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个月快手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招股说明书，这是大家去看新经济公司财报一个相当好的学习机会。平时多思考，写论文时就少头疼。毕竟 A 股和中小板都不能看了，是吧？各种操作一套一套的，跟公司价值关系也不大。比如今年獐子岛被罚，反而立刻上涨。广州浪奇5个多亿的洗衣粉涨腿跑了，康美药业300亿资金直接丢了，连故事都懒得讲了，直接丢钱。更强的因果律是中电电机的创始人半夜翻墙头进入竞争对手的工厂，被工作人员发现了。他大意了啊，没有闪，直接被警察带走了。转天这家公司竟然涨停了。机构给出的理由是，大家看他翻墙头，觉得身为一个上市公司创始人都这么拼，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用爱去供养他？再加上前不久川大智胜、登源股份2家公司跟美国大选不断反转的持续梦幻联动，一个川老师靠智慧取胜，一个登老师直上云霄。今年这几个事件基本算是给股民们的闪电5连鞭了，特效拉满。大家本来就是盲从的多，他们的套路还十分的很快啊，每次都快的你根本没机会问发生什么事了。有的同学说那我买基金好了，于是基金4大渣男等着你。其实我知道很多同学当韭菜钱做投资决策也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关键逻辑还都能闭环。类似这些互联网新经济公司也会在 A 股上，可能是因为 A 股互联网公司创始人都是高危职业吧。视频的开始先讲一个老话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经历了中国的新经济公司先扎堆去美国上市，然后又出现了港股上市的热潮呢？经纬创投张勇前不久也表示，今年一边是很多地区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全球共降息67次，一边是100多家他们投的公司就在近期估值忽然翻了2到8倍，这话太凡尔赛了。连他自己都觉得传统判断价值的方法都失效了，要用新眼光去看待。大家也可以这么理解，特定领域好行业与普通行业的差距从没有像今年这么大，行业内部也不是28定律，是妥妥的19定律。还有个趋势就是2级市场1级化，展现价值的故事逻辑也在变。举个例子，早在小米上市时，认购路演雷军带着团队跑了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和芝加哥好几个城市。在之前，5元资本的刘勤建议雷总团队要在现场带上自己的产品去讲一个好莱坞式的剧本。话说5元也在非常早就投了快手啊，所以小米团队着重表现的道具有小米彩虹电池、小米无人机，还要设计一个飞机撞到墙上掉下来再起飞的环节。是的，手机既然都没成亮点，9块9的电池和无人机反而让那些外国有钱大佬更有兴趣。看到这里，是不是做 PE 阶段的往后的老哥还挺吃惊的？这现象你说它合理不合理都说得通，毕竟现在是史无前例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代，而传统价值模型都和基础利率有关。现在你连传统估值模型的毛都没了，老哥们还用旧的模型算还有意义吗？我上面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在今天判断行业特点与行业竞争格局的方式在变，我们依旧需要去持续改变，去思考如何在今天判断公司价值。毕竟小到你做论文开篇，大到求职跳槽获得收益都和这有关。接下来进入正片，讲一些基础的。我们先从快手的竞争格局与增长入手，看看为什么未来的铁岭首富不是赵本山，不是李雪琴，而是程一笑。作为国内单列短视频加直播的巨头，快手先于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抖音于11月6日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而字节跳动在同一天也尝试狙击快手，爆出融资新闻。为啥是狙击快手呢？蚂蚁失败后，其实很多机构们还是挺难耐的，得早点找到新的出口。而蚂蚁暂缓，未来10个月左右，可见最大的机会就是先快手后字节的 IPO 了。而字节跳动的 TikTok 依旧是悬而未决，最终 IPO 估值确实不好确定，但快手先上市明显能获得极大优势，所以字节决定以1800亿美金立刻释放1%股权，目的就是告诉市场，其实我现在才定价1800亿美金也挺便宜的，你们先别认购太多快手。那我是怎么判断快手的增长潜力的呢？首先就是互联网还剩下多少空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基本上快全民网民了，但其实去年城市地区的网民渗透率是75%，同期美的的互联网渗透率为84%，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的。很多人可能都会记得微信最新月活用户已经12亿了，可生活中一人有2个或者3个微信号还是很常见的，所以目前网民的数量是9亿多，全国互联网渗透率65%上下，3、4、5线城市渗透率估计也就刚一半，空间其实还算充足。因此刚才讲的就是先要看市场空间，接下来就是要去判断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未来的盈利模式是什么，要抓主要矛盾，真正说清楚它的壁垒和护城河。因为新经济公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给大众的人设往往不是它核心的业务，有时候对护城河也藏着掖着。比如特斯拉不是造车的，而是个能源公司；谷歌不是搞搜索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医疗广告公司。是的，谷歌广告收入是最大头，医疗占比也长期最多，财报上的收入结构是很关键的。快手虽然做短视频，但主要的定义还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直播平台，无论是计算打赏流水还是月平均付费，收入的68.5%也是来自直播，也是所有直播短视频 APP 里唯一支持世界
界地图定位的，你把地图定位新西兰去，可以看那边的华人的作品。菲律宾小孩在快手上说话都东北味的。那当然，主要用户目前还是国内，预计到2025年，整个国内直播打赏市场份额会有4100亿元。所以人们说刷抖音玩快手还是有原因的，直播的持续互动更属于玩的场景，但是这里的直播大部分还是电商直播。真的长时间刷的老铁们会发现，快手社区里老铁们是真的可以一边买你农产品，一边给你打赏的，非常神奇。2-3块人民币的礼物够你玩1-2个星期的。上面多数用户发视频是为了给自己的直播引流。另外，快手在视频和直播的分发逻辑上是去中心化的，哪怕你没有基础粉丝，也不会出现直播间永远零观看的情况。我曾经也说过，快手的算法30%到40%分发的信息流是你已经关注过的人，抖音这个比例只给到10%。用户如果连续12天打卡，视频就可以得到流量加成。上半年快手月活用户4.85亿，按上半年增长速度推算去年增长率，日活88%，月活93%，估值的增长率看上去也算合理。在判断完主要盈利模式后，大家可以多积累一些已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曾经飞速增长之前销售、营销开支、行政研发开支等比例，以及不同时期的毛利率。说白了就是只要你看的足够多，虽然不能帮你有一个极高的确定性，但确实能排除一些非常有问题的公司，因为前期他们的聆讯还是非常严格的。另外，这些上市后的互联网公司只要获得香港证监会国际部的许可，是不需要联交所审核就可以再融资的。这些产品能力强的互联网公司啊，通常也都有超强的投资并购能力。在马太效应越来越强的今天，大家也可以多去关注这些企业战头部的动向。目前已知的是，快手已经布局了29家公司，而且都是 AI 可穿戴企业服务有关的公司。就在昨天，港交所将盈利规定按市值规定于2018年的增幅百分比调高150%。快手的报表我估计到时也要符合新的规定，这可能是投资布局暂时减缓的原因。上市后他们的投资速度应该会继续加快。这里插个题外话，前天还有一个消息，沪深港通要继续扩容，为盈利生物公司港股将成新标的。但是近几年，除非你是生物科技从业者，生物科技类公司老哥们就真的别研究了，这是唯一的没有收入要求就能上市的板块。虽然看起来机会很多，但跟普通投资者没啥关系，连机构投资者都被暴打。假设是非生物科班出身又专门负责写各类港股生物科技类公司的研报，真的没有比当这种分析师更浪费青春的了。我觉得还不如写小说去呢。这种审批周期决定一切的行业，从业内人到机构投资者到散户信息是天壤之别。学有疑虑的同学可以通过途径了解一下 CFDA 有多少人，而医疗器械药品分类管理有多少类，然后你可能就会对我上面说的豁然开朗。你的调研能力和真实价值其实压根就没什么关系。回到我们的主话题啊，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个现象，我们经常听到媒体说一些大的港股互联网公司一直在烧钱，一直亏损相当严重，但上市后没多久就瞬间盈利了，感觉就是一个从来不赚钱的公司忽然赚大钱了，简直是有备而来。因为这些媒体之前看的只是港交所的国际会计准则下的结果，而在看报表时有一个名字经常会让很多小白误判，就是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互联网公司上市前该值会一直处于特别大的负值，会直接影响公司归股东利润。在港交所的国际会计准则下，这种优先股会体现为对股东的负债，但实际上公司并没有这样的亏损发生，对公司实际运营也没有影响。甚至在今天，这个值越大，反而说明其他机构投资它的轮次越多，越看好这个公司了。毕竟他们也拿不了银行的贷款。在 IPO 之后，因为也安全了，优先股就转为普通股了，这部分亏损就消失了，不再进入报表了。所以一个互联网公司瞬间赚钱盈利，跟立刻找到新模式或者创始人力挽狂澜关系也不大。但毕竟山穷水尽后柳暗花明的故事更方便讲，媒体要是给大家讲为啥机构需要优先清算钱，肯定也给多少人讲懵逼了。但咱们论文不能不够三维，不够立体，没深度可以，但最好别出基本错误。更详细的我们以后再分享。这期视频主要是告诉大家理解真实的利润需要注意哪些细节。目前快手的毛利率处于30%水平，在同样上市的几家我们熟悉的互联网企业中，这个数字相对还算不错。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为负值，主要也是因为在疫情期间都去投入扩张，实在太香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月活已经近5亿，用户人均使用时长85分钟。如果使用互联网人均总时长这标尺，快手其实已经是第4了，排在腾讯、阿里、百度之后。如果百度不收 YY 可能会跌出前3。我之前分析交易公司的视频里也讲过，有的人说 DAU 有用，你这个人均时长没用啊。我说其实人均时长才有用。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在2019年以前以每年4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增加，而2020年后增加量会掉到2个百分点甚至以下，但人均花费在短视频和直播间的时间又是以5%以上的速度增加的。所以未来大家比的东西变了，因为人均时长才能决定业务的结构，有了更多的人均时长，也就有了更多口碑势能。当然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数据，就是快手的月活用户中
整整有27%的用户是长期持续更新的内容创作者。未来的短视频直播平台都可以逐渐从视频直播娱乐向电商再到游戏分销与知识教育扩张。快手招股书上也体现了这些战略倾向，因为今年本身估值最好估的也是游戏、电商、教育、新能源汽车。快手平台上80亿对互相关注，会持续增加买家与电商商户双方之间的信任。很明显，现在其他平台的好评、差评与竞价排名体系已经很难适应一些新的需求。而老铁们在直播卖农产品时，如今外人是可以看每件产品的直播回放的，这将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而快递基础设施延伸到乡村，既会增加快手的电商供应，也会释放很多新的需求。日活用户每天10次的访问，未来也会为快手小店与线下店的连接，甚至其他线下服务提供机会。这个机会是未来下沉市场的用户也要去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一二线用户各种需求真的是快被彻底挖掘没了。比如前不久很多巨头连城市里菜市场小商贩的生意都要抢了，但菜市场的竞争目前大部分也是止步于1、2线城市，再往下就难了。这暴露了现在的主流巨头确实不怎么懂下沉市场，要不早就做了。假设快手未来切社区电商的蛋糕，我相信会是很容易的。但在这之前，完全可以先去满足这5亿用户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做快手版本的点评软件、相亲软件，甚至是出行软件都可以。毕竟在这个超级流量平台上做几个自家的小程序也没什么难度，只要做出来，用户就会第一时间选择，因为这些用户信任这个平台。当然，这些信息也需要尽可能的与公司的相关方去了解。有时我们从媒体或公开资料获取信息后，不妨也去找这个公司的员工、用户、供应商聊一聊。机构投资者也有大量时间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我个人沟通过一些快手主播，也问过为什么在老铁之间比较流行在签名上写感谢平台，发现一些用户确实就是单纯的很朴实，表达方式也很直接。当然，快手也发现了国内高中毕业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14.1% 这个现象，而学习是一个人的终身需求，未来的线上知识、新职业教育都是可以尝试的领域。到今年年底，头部在线教育公司估值都往200亿美金走了，在这过程中，你就能再发现一些稀缺性。我看到有文章说，这是一个连 CNN 和纽约时报这样的强悍触手都覆盖不到的真实世界。这款 APP 虽然一直被五环内傲慢的舆论捏造外在的茧壳，可内核却是实用主义。而在这个拍豆腐脑都追求 ins 风的时代，这一份真诚显得格外值得珍惜。的确，五环内的用户对社会价值的感知也多是五环内的。比如大家应该比较难想象，一部手机的价格可以给部分乡村学校修建一个小操场。在飞速城镇化的时代，多数老年人使用手机的驱动力其实是了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动态。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识字问题，在这之前也并不能享受娱乐生活。18年有超过1600万人在快手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40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区，贫困县区中每5个人有一个快手用户。新闻联播全网粉丝最多的平台也是在快手。央视进入到平台的第一期视频首先说的是，新闻联播开播至今已经41年了，可能比很多老铁的年龄还要大。所以从更抽象、更长期的角度思考的话，成就快手的是中国乡土的真实与普惠表达的需求。快手的基本盘是国内大多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改变也必将给快手带来更多的改变。我是大主，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